欢迎收看幼师蝙蝠，我是蝙蝠云。咱们延续麦法兰 DC 产品线的课程，还是成系列的推进进度。系列之间遗漏的几个不成系列的单品，咱们完成阶段性的讲述之后再回头梳理。今天开始讲述的系列是未来态。这系列包装就直接跳过吧，不要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产品的形象出处：未来态次世代蝙蝠侠。这个所谓的大标题未来态是2021年开始连载的，接替声名远播的黑暗夜金属及死亡金属的新大事件，描绘的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未来。在这一故事线下，蝙蝠侠、超人、神奇女侠都有了各自的继任者。这一世界观下的蝙蝠侠故事主要以次世代蝙蝠侠刊和黑暗侦探刊为核心，而相比之下，肯定是这一新任蝙蝠侠在设定上更具话题性。黑人蝙蝠侠嘛，这一版蝙蝠侠的真实身份是主世界蝙蝠侠的武器及技术支持卢修斯·福克斯的长子蒂姆·福克斯，在这一故事中改名为杰斯。应该讲，抛出人物的政治正确元素、种族议题，这一角色也有颇多值得挖掘的故事，诸如新蝙蝠侠的契机和动机，以及因为原生身份的不同，使他和韦恩对于蝙蝠侠身份诠释的不同，以及人物的亲情关系、家庭矛盾，在故事的4期主刊里，要么完全没写，要么写了仿佛没写。甚至穿上战衣之后的杰斯和韦恩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同样的行为逻辑，甚至雷同的内心独白，让角色始终没有成为他自己，也就导致这个在危急关头接任的新蝙蝠侠没有成为一个健全的新角色。所以相比金属大事件的声名狼藉，这个新的未来态大事件，单从蝙蝠侠这一脉来讲，海内外的讨论度都不算高，刊物几乎是连载过后即沉底儿，没有大众印象，也没有公众回响。麦法兰制作的这版次世代蝙蝠侠视觉表现上十分工整，他参照了主刊第2期开始的形象，并糅合了一些变体封面造型。战衣的肋骨轮廓上有一条结构线，麦法兰抓到了这个特征，并以此制作了腰腹的切位。切位工整，切位落差较大，但他利用弱化这身战衣的肌肉感，强化填充元素，让这个切位就更接近是战衣的结构层次，而非突兀的切割阶梯。同时表述的效果也确实比较契合原著。在漫画中，这一版蝙蝠侠的战衣在轮廓结构上和传统的蝙蝠侠并无不同，一应的标识化元素都存在。在分色上拉开辨识度的主要是胯部和肩胛的黑色，最大的差异还真是在外轮廓上。这身战衣有更突出的填充效果，穿着之后视觉上人物的体型更敦实，观感上防护效果更好，相对的区别于传统的主世界紧身衣蝙蝠侠形象。且这一作品的衣物纹理表现就很得体，表现织物位置的腿、手臂的蓝灰色位做适当的纹理点缀，非常浅也非常轻微，几乎不可见，不在这个小尺寸玩具上突出出来。在表现硬件的位置，诸如胸甲、腹甲和肩胛上做有限度的微战损、细微的刻痕和颗粒化的凹凸，胯部由裆至腿顺延的衣褶，弱化关节位的切割感，把切位糊在衣褶里，手臂上做有限的点缀。同时这一版脚踝、手腕球关节的处理算是最舒适的一个了。原著中长筒的臂甲一直有一个三角延伸到手背，腿甲有一个图形位延伸到脚踝，都没有魔改，诸如抹掉这一块延伸的存在感，把大球关节还放这儿，或者瞎切，把这块切到手上去，这个位置露出球关节，是还原了原作的包裹感，让这2块非常完整。且可动受限并不算太大，该动还是这么动。人物胸标有了更多的结构，更多的机械感，同时有一些金色的点缀，相当于是融入一个蝙蝠侠重生时代的标志元素，也是制作了立体胸标。像这种结构较多的标志和这个立体效果就比较契合，且在这一刊物的变体封面里也确实存在这个立体胸标，同时呈现上也比较得体。这一版的头盔是全包裹的设计，这一设计也比较契合传统主流的黑人超级英雄，要么就是不蒙面，要么就是露全脸。原因不延伸了，大家讨论吧。这一头盔的细节并不多，可以作为特征的是口罩位置的遮面效果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其余的特征并不多，属于规范化的蝙蝠头盔的制式。麦法兰也没有制作过多的魔改，比较工整。这版的披风也做了这种写实化的处理，去模拟皮纹和皮料上的缝线，表现上非常真实，雕刻上也非常工整，
颇为规整的形态下，一展稍往一侧偏，去有限的修饰这个形体。同时，颇为厚重扎实的战衣，配这种颇为真实厚重的披风，视觉上也颇为契合。这次整体的涂装调色也颇为工整，战衣主色这个灰不灰、蓝不蓝的颜色抓得非常得体，整体工雅度的表现也颇为理想。尤其是躯干上的这个灰色位和人物的胸标，用这种偏雅的质感，非常能体现出这种厚重感和衣物的这种填充感。该亮的地方亮，该雅的地方雅，让视觉效果上就颇为沉稳。头雕的可动、低头、抬头以及双侧的活动范围，手臂的平转、双关节切位落差相对合理，至少切出来还在一条线上。肩胛是单独的结构，有一个短桩相连，没有直接采用人体彩绘式的肩部重涂，独立结构。优势就是这条手臂更完整了，劣势呢就是在侧抬的时候会跟斜方肌有一定的冲突，当然可以把它抬上去，但是会有更明显的穿帮。胸腹位置切得很漂亮，但是内部的调试又回来了啊，向后有幅度，向前为0，腰部有一节有限的可动，主要是平转，腿部的前侧屈膝的双关节以及常规的踝关节及前踏。这个作品存在道具配件蝙蝠标，但是这个默认手型它明显拿不了标，而且相比这个握拳手，这个握持手的美观程度也实在是差一截，所以明明能做得好的东西不作为默认配置，如果是诚心的，那你成功了，确实恶心到玩家了。如果不是仅仅想展示一下你这个握持手的雕工，那我只能说是想露脸把屁股露出来了。唯一的道具配件蝙蝠标，咱先不说这标做咋样，这手型我再说一遍，它确实握不了标，手指的走势和这标的形状完全不契合。咱再说这标啊，这标居然是圆的，想表达的是这标是气儿吹的是吗？再有就老生常谈的太大了，杰斯版的蝙蝠侠他在刻画上确实缺少辨识度，他连拿标的方式都和韦恩一样，是这种金刚狼式的全握3标的造型。他这可能是按某些镜头近大远小的透视效果做的。麦法兰未来泰次世代蝙蝠侠利用战衣的原作结构和衣褶点缀，让关节的切位颇为无痕，比较得体的纹理和恰到好处的涂装，让这个作品在造型和还原度上有非常高的完成度，且在外形上抓到并强化一些原作特征。在这一定位的产品下，肯定比所谓的魔改更容易让产品增色，且作品也比较少见的没有过于麦式化的形体。这一版蝙蝠侠的一大卖点就是他的黑人身份，那么在同造型下制作一版带真人头的蝙蝠侠，相比之下是比较能让人接受的。不过目前还没有，可能黄金、白银、青铜味的麦式冲突品才是麦老师的追求吧。那么好了，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